美国人不见得认识台积电，但一定认识瑞。已经是跟珍珠奶茶并列的人。对啊，没错。反正他一个名言就是叫“我要全部，我要全部，我要想不”，就觉得最厉害其实是瑞跟别人相处的方式，这已经不是社交恐怖分子了，是社交酷寒战士。就很多人讲说，台湾人为什么学不好英文，是因为不敢开口讲。对，他相反，他英文超破，他超级敢讲，很酷很酷。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那今天这一集是我们的过年特别计划。那今天我们要来聊什么呢？今天我们要来看看频道2024年最受欢迎的7支 Shorts。那因为一直以来 Shorts 都是我们放一些很荒谬、有趣新闻的地方嘛，那我们今天就从 Shorts 回顾这件事情，看看2024年有哪些好笑荒谬的事情。很期待，就是因为虽然是我自己念的，但我应该都忘记了。我们来看一看。好，那今天呢，还有我们的欢欢会跟我们一起来聊聊。Hello。不过在开始今天讨论之前呢，现在我们进入工商服务时间。什么积木的诞生居然跟宗教有关？积木的发明人呢是德国教育家弗罗贝尔，他在创办史上第一间幼儿园之后，设计了最早的积木教具来教小孩。当时这些积木被称为恩物，因为弗罗贝尔相信万物之间都有一种神圣的连接，让小孩透过积木模仿外在景物，就可以在游戏当中感受上帝的创造手笔跟恩赐。所以积木不只是玩具，还是一种传递教育与信仰的工具。当然后来呢，积木慢慢变成了全世界最受欢迎的玩具之一，市面上面也开始出现不同材质的积木啊。不过因为这些产品的开发者大多都是外国人，主题呢通常也都是以国外的景物为主。那如果想让孩子从小就从身边的事情来认识世界，那不如来试试这个番薯岛奇妙旅程。这是一套专为台湾儿童设计的磁力片绘本套组，家长呢可以透过绘本图卡引导孩子用磁力片拼出10几种台湾特有景物。现在玩积木呢，不再只能够盖城堡，还可以创造夜市跟台湾蓝雀，让小孩呢从熟悉的景物认识世界。现在募资结束前输入折扣码7777，还可以再享76折，再折100元。马上点击链接看看吧。那开始之前问志奇跟欢欢，你们觉得哪一支 Shorts 最上榜？我觉得一定会跟中国有关。我们做太多中国相关的荒谬 Shorts， 所以我觉得一定有中国相关的。我们先来看第7名的 Shorts， 第7名是84万观看，中国第一个就走了，谢谢中国手摇茶的荒谬事件。这一集就是在讲说，中国有一个手摇品牌喜茶跟景德镇的陶瓷博物馆联名出了佛喜茶拿铁，它是一个就是联名商品。然后这一杯又被叫做我佛10杯，又是谐音梗。这个杯子上面有图案，它印的是8尊罗汉像吗？就是陶博馆上面的，就是著名的罗汉像。然后因为这个罗汉像的表情太生无可恋，就是那个厌世感大受欢迎，大家就想要去朝圣这个我佛慈悲，所以就是爆买一波的故事。但是重点就是它才上架没有几天，喜茶就被地方政府约谈之后下架。然后原因是因为踩到了不能利用宗教为商业宣传的红线。哦，居然是这样！乐极生悲。好，天哪！哇，这上面有些很好笑的留言。第一个是你确定不是因为他长得太像习近平吗？哎，你觉得有像吗？我觉得还好哎，很像是涂了妆的习近平。我觉得其实有点像。我那个时候只有很认真的在感受，就是这个表情为什么这么受人欢迎。就是这几个罗汉后来就很受欢迎嘛，然后他们每个人的表情都很戏剧化，我觉得可能是当年的美感吧。然后他们就是在做艺术品的时候，会习惯把人的表情做比较夸张。暧昧吧，对，感觉暧昧的笑。其他人还有就是看起来很生气，可他的生气也很戏剧性的生气。然后他们就有出很多贴图。这感觉故宫要学吧？要学的不是故宫，是大甲镇澜宫。然后他们也真的做了。那你看，就是他们有很多。对，大甲镇澜宫有非常多的联名商品，它甚至有自己的一个商城。有人就表示台湾公庙表示呵，他少的是谐音梗。难怪不红。那我们往下，第6名的笑是这个是有99万观看，不是中国了。对，是一个日本学者，他发了一个报告，然后他就讲说，因为在日本有强制夫妻同姓的法律，这就导致很多妻子结婚之后就会冠上丈夫的姓嘛。那你长久下来，你就很可以想象，日本的姓会变得越来越少。这个东西它非常有趣，他就讲说200年前的明治时期，那大概有13万种的姓氏，但是夫妻同姓的这个法规一直实施到现在，已经有5万个姓氏是濒临绝种了。哇！如果照这个情势下去，大概500年之后呢，佐藤会变成日本唯一的姓氏。我觉得真的要有点奇观，就是 Shorts 要好看，就要有一个发生什么，这要有视觉上面的一些冲击。关节才会常常在影片里面。中国深圳的这个鹏程第一峰破洞了。好，那下面有些有趣的留言我觉得新年号佐藤超好笑。佐藤统治的日本。对，有柜台叫一声佐藤，就所有人都一起回。对对对。然后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恭喜佐藤考了班上第1名。然后我们要强力检讨佐藤这个吊车尾，佐藤校长要提拔佐藤老师。但我们其实有看到另外一个稍微严肃一点议题就有个人提出，但问题点并不是因为冠夫姓，而是你强迫后代只能跟爸爸姓这件事情，会让姓氏越来越少。但如果夫妻别姓一直没有通过
妻子一定要一直跟着丈夫姓的话，那婚后就没有什么冲母姓的问题，因为妈妈的姓就已经被改掉了。以台湾来说是可以的，对不对？可以啊，台湾可以自己选。但我朋友说，日本女生会觉得冠夫姓是一个很浪漫的事情，把这段剪掉。这是真的。就你说有些有些人对。那往下喽。临时随堂考怎么会有这个东西呢？考考你们，就是日本前10大姓氏有哪些？看你们可以大概讲出几个。哇，好难哦！猜猜看。本田、山田、山本、铃木、渡边，我完全答不出来，救命！这个在显示动漫能力的差距。小林小林合理，小林，江户川。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好，答案前10名呢是这些。中村啦，合理。伊藤、加藤，对耶。那我们来延伸问一题，志奇，你有办法从第1名到第10名各想出一个名人吗？佐藤健、铃木一朗、高桥和希、田中太郎、伊藤雪、渡边谦、中村蛋糕，没有。山本中村想不到哎，小林一、声优中村优一啊，我不知道哎。五条悟，呪術高専で1年を担当してる。加藤有什么？不要回避，知道的，这是我唯一一个知道的答案。回避那个答案。加藤是什么？你是认真的吗？来，关节讲。好，加藤鹰，好，下一幕快起来。ゴールドフィンガーと呼ばれてるんです。加藤，你们这好恶劣你们好恶劣。为什么让我唯一讲得出的答案是这个？然后这边有一个补充知识，就是各个地区还有最多的姓氏，像北海道就被佐藤统治，那东京一带是铃木最多，好扯哦，这样子。感觉佐藤会这样慢慢的这样从杀下来。北部这样蔓延下来。那我们往下，那第5名的就是这个新闻在讲说，日本河口湖有个很有名的 Lawson， 因为他后面就给到富士山嘛。5月底的时候，当地的政府为了杜绝拍照乱象，就在人行道那边架了一个超高的黑幕，要阻挡他们的视线。不过那个黑幕架好没有几天，就被游客钻洞挖破了，就是非常傻眼。下面就是有一些很有趣的留言，他们应该把布直接插在 Lawson 的屋。我觉得这其实很聪明耶，为什么没有想到？这的确就是在上面把它架住，它就不会拍了啊。我也是这样想。然后另外也有人觉得说，那为什么不要干脆设景观台就好了？治标不治本，总有人会想到办法去那边拍照。可观景台应该会就被排满吧？感觉就是人很多。可是观景台的景再怎么好，也没有你直接在 Lawson 对面拍好啊。他们就是想要拍 Lawson。对啊，他就是要拍啊。因为他那个重点就是在 Lawson 这个现代化的景观上面长出了富士山，所以大家觉得很有趣啊。我觉得屋顶是比较重要的。另外有人建议啦，就是你其实只要加台式美学，就可以让打卡欲望大减。我觉得这合成怎么合的好吃的。这个很厉害，这个很厉害。时尚玩家推荐，还有夹娃娃机。老实说，是我的话，我也会想拍，就是这个很漂亮啊。对嘛，你不觉得还有一个独特的美感吗？这个去就有台湾特色，就很想拍。国外可是这是日本啊，这是日本啊。你说我好不容易去了真正的日本，就把它拍了一个长得像台湾的风景。你后面改玉山，好没有出国的感觉啊！真的。对，你后面改成玉现在山。改成 7， 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往下，我们第4名的 shot 是这只，没错，是志祺本人啊。这是我朋友的故事。对，就反正新竹就有一条学府路嘛，然后上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幼稚园。然后我有个朋友就说，他绝对不要在那边，因为他人生会一度就在那边度过。结果他就考到中兴大学，结果发现中兴大学那个时候呢是要学府路，就另外一条学府。另外一条学府路的网罗，超好笑。学府路表示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学府路又是我，对，又是我学府路绑定成功。另外有个讲说，成大建筑系有个教授，该不会你认识吧？这个我不会认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合理，就是成大医院出身，读胜利国小、后甲国中，然后台南一中成大，然后毕业之后又在成大教书娶邻居，未来又挂的时候送成大，完完全全totally合理。人生胜利组。对，因为胜利路它就是包含了这所有的东西，对，这可以，这个好像比刚刚的学府路厉害。我家以前住的那个社区，社区里面的2家的小孩都跑去读，然后在相约，然后恋爱，长大之后再回到我们家的那个社区，然后再买一栋，就这样子过一辈子。他的人生是可以在500公尺内过完他一辈子。大事在这方圆500公尺里。对，就是他如果一定要的话，他是有机会500的。那我们接下来看第3名，第3名的 show 是这支是150万，是神秘的北韩节目。他就是在讲说，加拿大有个工程师有一天在家里就是桥电线，他想要接收看体育节目，结果没有想到他接着不知道就错频。他就接到北韩在播放的北韩新闻台的讯号，所以他就看到了真北韩节目，他就觉得哇，这个不能只有我看到，
所以他就把真版的节目录下来，然后上传到 YouTube 上面。网友就说 Better than Netflix。我觉得这个留言很有趣，他就讲说他到底为什么那边瞧那个东西？他是不是想要偷看免费体育频道？是不是本来就要当免费仔？是不是连体育节目都要自己偷接？这是可以免费看的吗？对，没错，没错。我有点他的 YouTube 去看，而且他不止录一段，他录了好多段。他应该就是接到那一台新闻台，然后他可能午间新闻也录，晚间新闻也录，早晨播报新闻也录。这个工程师就说他看了2天之后，觉得自己有点被洗脑。我大概有点懂。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경이하는 원수님께서 백두송산야로 새기신 그 빛나는 장정대는 我那个时候写完，就我那时候看，我觉得最惊讶的点就是他们国内的电视节目，他们的内选跟放给我们看的外选一模一样，就一样，所以那个有点被洗脑的感觉，我好像可以理解。那我补充一下，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直播北韩电视台的还有直播啊，就是这是北韩做的动画，好厉害哦。所以就是政府有投资成立动画工作室娱乐啊，然后另外还有就是超级像 We 的 NPC， 我觉得这个超级好笑，烦的，这音乐超好笑。我一直在想这是真的哦。又有临时小考了，怎么会这样子呢？第二题非常简单，知名播报员李春基都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粉红色，粉红色，红色。大家竟然都知道，为什么啊？就觉得他这样才跟后面的大山大海有跳开吧？有对比吧？那我们再来看第2名的 shot， 是这支186万的，也是台湾最强高中生 Ray。那这支其实就是我们正片的一个精华片段了，大概就是介绍他爆红整个过程。他就是其实是突袭全球前5的实况组，开了他去日本旅行的时候遇到也在日本玩的这个 Ray， 然后这个 Ray 就是他粉丝嘛，就去打招呼，结果2个人聊了几句话就变成超级好朋友，然后也开始 Ray 整个神奇的爆红之路。我觉得整段认识经历都蛮有趣的，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去搜搜看。而且就是后来他也跟着看嘛，跑来跑去，就美国拍微电影啊，然后打明星篮球，认识一大堆网红，超级爆红，超级可怕。我说美国人不见得认识台积电，但一定认识 Ray。没错，假的啦，已经是跟珍珠奶茶并列的。对啊，没错。反正他一个名言就是叫我要选布，然后这个后来已经变成一个梗了，就是我要选布，我要宣布，我要宣布。How you say I want one of everything? You want one of everything? Yeah. 我要全部，我要想布，我要全部，我要想布。我觉得我们可以看下面一个留言，我超级有共鸣，就觉得最厉害其实是 Ray 跟别人相处的方式，这已经不是社交恐怖分子了，是社交酷寒战士。我从刚刚那个短影片就可以感觉得出来了啊，哇，这很扯，迷之自信是哪边来的？没错，而且就很多人讲说，台湾人为什么学不好英文，是因为不敢开口讲。对，他相反，他英文超破，他超级敢讲，无敌敢讲，他不在乎，对，很酷很酷。下面有人讲说，只能说选择比努力重要，然后运气又比选择重要，会社交又比运气还重要。就是你去看他现在会跟那些非常就是好莱坞 NBA 明星，然后全部都是黑人，他一个黄种人，然后跟大家玩得很嗨。我说很厉害。好，这也是第1名，第1名到底没错，果然中国，而且是中国加日本。哦，真的。我们在干嘛？我们以后就专找这种题目，中国加日本，只要有中国加日本2个人说做爆。这个是第一名是312万，是日本的64福州。这是疫情期间有一个中国网红油头46分去东京一家中华料理店闹事，那因为他看到那个餐厅门口贴着中国和韩国人禁止入内，觉得被歧视了，就拍片去质问这个老板啊，去报警啊投诉，然后逼这老板停止营业等等。他后来就是跑去大使馆，然后说什么啊这间店歧视我们啊怎样，但是后来老板还是有恢复营业。然后恢复营业之后，没有想到他再去这间店想要再闹事一次的时候，发现这整间店已经全部贴满了敏感的海报，有包含维尼习近平、港独、藏独、8964，所以他这部片顺利的被检举下架，后来就被锁账。我本来要去害别人关店的，结果现在换被自己锁账，太荒谬了！大家就说，这是不是台湾人的阴谋？是不是有台湾高人指点？有可能。中华料理店的老板怎么这么聪明？境外势力介入，而且这边很好笑，就是我们昨天还不小心真的上错字卡，上错字，油头46分变油头64分，好过分哦！他把可是从左边64过去被我们写成从右边64分。而且最好笑就是，反正我们有一家公司，它的统编是9864就开头，然后我就在填资料，每次会不小心写成8964，然后想不可以，辱华企业，没错。我们今天就大概到这里。那看完这个榜单，大家有什么感想？第一个是好像观看不错嘛，我记得以前没有那么多破100万，对不对？对，以今年来说有5支就超过100万了。以后我们要继续加油，就是做更多支100万的。我刚突然间想到，我们忘记列 Reels 进来。哦 ，Reels 有一个400多的，我做的那个，然后比长大了之后，超级废片，直接的画面够暴力的，好像还是蛮重要。做什么中国议题，做笔就好了。而且那是我很突然的，我好像是一个访谈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可不可以借我一支笔啊？突然想拍，然后就拍了一个。
没有，并没有。但这种东西是不可复制嘛，所以没什么价值。而且我觉得今年一个蛮有趣的是，其实蛮多都是跟国外有关的。可能我们也开始慢慢的拓展到台湾以外的受众有越来越多，那大家会关注的事情可能就是那一些。好，国外的故事比较猎奇的，写起来比较没有负担啦。对，确实。好。继续做，那今天就先到这边。那想问大家，就是在今天的 Shorts 里面，哪一个让大家最印象深刻呢？最后，如果喜欢今天影片的话，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一起笑一笑。那么今天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之后再见喽，拜拜。